大家晚上好。在这个疫情当中，我相信这是一个祝福，我们大家能在网上见面。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轻轻松松的谈一个蛮严肃的课题，就是关系到高胆固醇，还有高胆固醇的医治方式。那么之所以会选这个课题，是因为我发现到，在疫情中，我们时常有谈到用这个疫苗来对抗病毒，可是大家对疫苗有很多的误解。同样的，身为一个心脏科专科医生，在医治病人的时候呢，我们时常应用一种药，就是降胆固醇的药物，来帮助病人降低他们心脏病爆发和死亡的几率和危险。可是也是同样的，有很多人对这个药物有很大的误解，所以希望能通过今晚的这个短短的分享会，让大家能对这个药物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让我们来轻轻松松的来谈这个是是非非，谈谈降胆固醇药物。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我们叫做 statin， 英文叫 statin， 华语呢就叫做他汀类药物。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在这疫情中，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这个分享会的主要的宗旨是，我们要谈谈这个 statin 药物，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重要性。我们要明白去了解这个药物，那么我们才不会对这个药物产生无谓的恐惧和拒绝使用这个药物。那这个是今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主题。开始，我相信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心脏，认识什么是心脏病，然后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过后呢，我才会跟大家讨论这个他汀类药物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重要性，和消除大家对这个药物的一些迷失和误解。让我们开始认识我们自己的心脏好吗？所以今晚我要特地强调，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什么药物，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药物他汀类或者 statin 可以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相。所以除了这个真相，还是这个真相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开始，你们自己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脏的位置在哪里吗？是在中间吗？胸口的中间吗？在胸口的右边吗？左边吗？还是在腹部内？还是在你们的骨盘内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可是有些人会以为说我们的心脏是在中间，其实我们的心脏是在靠近我们的左边。左边。所以如果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的心脏的跳动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掌放在你的左胸口那边，左胸口下部，你就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心跳。这个就是你的心脏。所以你要感觉到你的心脏吗？你就可以用你的手轻轻的按在你左胸口下，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心跳。那么我们的心脏有多大呢？是不是像头一样大，还是像拳头一样大，还是像脚一样大，还是像眼球一样大，还是只是像母脚的那个脚趾一般大？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个答案吧。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大小，其实就你看看这个拳头。你的拳头有多大，那么你的心脏就有多大。那么心脏是如此，你看起来是这么小的器官，可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那心脏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它是供应全身器官血液吗？还是要排泄身体的废物？还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还是让我们快乐？还是心脏产生的主要功能是产生荷尔蒙？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心脏的最主要功能就是
为我们全身各器官，包括重要的器官如脑部啊、肾部啊等等这些器官供应血液的循环，还有氧气哦。那我们的心脏其实是一个泵血器哦，它是一个泵哦，所以心脏的功能就是把血和氧气输送到我们全身的各器官，通过这个两种的动能，一个是舒张，一个是收缩的。那么这个是比较科学化的具体的题是比较也许会比较难一点了哈。因为这个就是要让医生解答的哈。不过我相信当中你们也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医学知识，也应该会解答这个问题哈。供应供应心脏的血管是虽然心脏供应这个血液啊氧气给全身，可是心脏本身呢也是需要血液的供应。那么这个心脏啊是从哪一条血管呢得到这个氧气和血液的供应呢？所以这一题比较难，我就直接告诉你们答案了吧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就是 coronary artery 冠状动脉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我们的心脏在跳动，从我们一出世到我们死亡为止，这个心脏呢就在默默的为我们服务和工作。所以心脏本身呢，就像刚才我跟你们解释的，也是需要血液的循环，需要血液的供应，需要氧气的供应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叫 coronary artery， 这心脏才可以维持它的功能。如果冠状动脉出现问题那么心脏就不能发挥它完整的功能。那我们已经分享完了第一个主题，那么我们看第二个主题，就是谈谈心脏病。造成心脏病的主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血管动脉它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我们叫 atherosclerotic plaque。所以这个血栓呢，就会造成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个冠状动脉造成阻塞。那这个就是这个图片让你来解释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你可以看到，如果健康的冠状动脉是没有阻塞的，是那血液呢就通畅无阻。那你可以看这个心肌，就心脏的肌肉是很健康的，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人。我希望大家，包括我在内呢，还是有这种的冠状动脉，还是有这个健康的心肌。那么，因为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很多那些其他造成心脏病的诱因呢。久而久之，我们这个血管呢，这个冠状动脉就会出现这个血栓，慢慢的形成。那么这个血栓形成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这个阻塞这个血管，造成这个血液不能顺利的顺畅的供应血液及氧气给这个心肌。那么这个如果你看到这个严重的那个心栓呢，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阻塞，就造成血液的循环被阻碍。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病人呢，如果有这种冠状动脉呢，他们就会感觉到心绞痛，我们叫 angina， 就是病人在走动的时候啊，在爬楼梯的时候啊，或者在慢跑的时候啊，在爬山的时候等等，都会出现突然心脏呢，就是胸口那边就会不舒服。这就是因为那个血液的循环，血液的供应和氧气的供应已经被阻挡了那有时候这个血栓会突然间爆裂，就会造成血管的那个180突然间被阻塞，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心脏病突发。有时候这个病人会突然间死亡，就是因为这个心栓爆裂了，就会造成血管突然间阻塞。那病人就会突然间出现猝死的现象。所以总过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正常的血管是通畅无阻的。那么血管慢慢的阻塞，因为有很多诱因，等下我们会慢慢一个讨论，就会造成那个血液的循环都受到影响。
那么有在更加严重的这个血栓的阻塞呢，有时也会造成心脏病的爆发哦。这是比较一个卡通让你们看哦，这个血栓是如何慢慢的形成，那么也会这个血栓突然间爆裂，也会造成这个血管突然间180%的阻塞，那么就造成病人突然间心脏病触发，也会造成病人猝死哦。那么心脏病还是马来西亚的第1号杀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在面对很严峻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疾病杀死了很多病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心脏这个血管疾病还是马来西亚及全世界的第1号杀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约有1 million， 就是100万的人死于这个新冠疾病。可是每一年呢，我们都有大约有1800万，就是18 million 的人死于这个心脏病和中风。所以你看，这个心脏病还是真的远远的能造成死亡的那种危险的风险，是高于这个新冠疾病。那么什么是不是导致新冠的疾病呢？当然，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全部都是，除了一个就是那个发白日梦。如果你要发白日梦是没问题的，它是不会造成心脏病的哦。我快快的跟大家谈一下造成心脏病的那些诱因。第一个就是高血压，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胆固醇。今晚我们就要特别讨论这个高胆固醇。还有一个就是抽烟所以高胆固醇是造成心脏病的一个主因高胆固醇就是造成那个血栓的形成像刚刚我们讲那个 atherosclerotic plaque 的 formation。所以今晚我们就要特别的来讨论一下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其中一个主要的主因就是高胆固醇，即我们如何应该用这个药物叫做 statin 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这个胆固醇，来降低这个心脏病的几率我们知道我们的胆固醇有好有不好的胆固醇，那么导致心脏病的坏的胆固醇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也是心里有数了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LDL 每次你去验血的时候医生都会跟你讨论说你的坏的胆固醇是多高多高。他们指的这个坏胆固醇就是指这个 LDL这 LDL 就是说是导致这个血管阻塞的主因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的那个冠状动脉如果阻塞了，就会造成这个心脏病，也会造成心脏病突发。所以其中一个造成这个心酸的问题的就是这个坏胆固醇，这个 LDL。那么如果我们呢把这个 LDL 这个不好的胆固醇，我们叫做坏的胆固醇你把它降低那么我们就可以降低心脏病，心脏血管疾病这个已经是被证明了，已经有很多医学研究证明，能把 LDL 降低呢，就能把这个心脏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那么把这个胆固醇降低的最好和最有效，到目前为止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叫做 statin。所以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出，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这个胆固醇降得越低，无论是我们在这 primary prevention， 就是在首剂的那种预防，就是说在还没有患上心脏病之前呢，在还没有中风之前呢，如果你有高胆固醇，你可以把胆固醇降低呢，那么你中这个中风中心脏病的几率呢也会降低。那么 secondary prevention 就是实际的那种预防，就是如果病人已经中了心脏病，患上了心脏病或者中风，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史塔汀这个 statin 来把他们的胆固醇降低，降得越低越好，那么他们复发的几率呢也会降得很低。所以你看，已经有很多个医学研究证明，这个全部医学的名称就让医生来背就好了，你们不用知道或者是给你们看到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说，
你可以把胆固醇降得越低，那无论是首要的或者次要的那种预防都可以把那个心脏病啊、中风的几率啊全部降得越低，而且是降得越低就越好，因为那个心脏病触发或者死亡的几率呢就会越低那么有些人就觉得说啊，这些临床试验是不可靠的是那些药厂的公司啊，是来收买这医生啊或者研究人员啊，来发表这些研究报告，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只有一项的医学研究，显示高胆固醇造成心脏病，你把胆固醇降低，那么心脏病的几率降低。如果只是有一项的研究呢，也许我们要怀疑。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项的研究，已经同样的，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进行的研究，在美国、在英国、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的研究，只要你把那个 LDL 把那坏胆固醇降低呢，那么病人心脏病的几率呢和死亡的几率就会被降低。所以你不可能说永远的去在全世界的各地售卖所有的医生和医护人员。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证据那这个他定内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胆固醇刚才我们已经讨论到，这个心酸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胆固醇。所以如果使用和服用这个他定内呢，就能把这个胆固醇降低，那么进而就能把这个心酸的形成这个 plaque 的形成慢慢的降低，那么就可以把病人中心脏病的几率和那种死亡的几率降低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病人的胆固醇那个 LDL 那个 bad 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能降低，那么我们才可以停止那个心酸的那个进展，那么我们才可以把那个死亡率和发病率降低。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像跟你们解释，不是一项两项，已经是100多项的研究，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已经发现到，我们只要把 LDL 就是那坏胆固醇降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心脏病和那个死亡率降低。所以除了用那个 statin 它定内的药物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药物，比如我们 PCSK9 inhibitors、ezetimibe、这个 inclisiran 还有那个 pemvidutide 这些药呢，这些也是降胆固醇的药物，这些药物也是同样的显示，如果能把这个 LDL 降低，那么也可以达到这个功能。所以 LDL 的理论已经是被证实了。我们一定要，当我们看到病人有心脏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查这个病人的坏的胆固醇 LDL。如果病人的 LDL 很高，一定要让他服用药物，那么我们才可能帮助那个病人降低他的复发的那个几率和那种死亡的几率。那么很多一个临床研究已经显示出，能把胆固醇降得越低是越好的那病人的生存率就越高。所以如果病人有这个高胆固醇，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就不用特别去担心说服用这个药物之后呢，胆固醇会不会降得太低其实在很多临床的研究显示，即使把那胆固醇的 LDL 降到少过1，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临床试验发现到，那病人的那个 LDL 已经我们验血的时候已经量不到了，就测验不到，就是0那病人也还是可以有很好的那种成果。所以 LDL 就是要把它降得越低就越好也不会说降得太低了会出现那种反作用，不会。所以总括来讲说呢，这个他汀类药物就是我们 statin 的药物的那个研究证据已经是铁证如山已经是很证明了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是 statin 这个他汀类药物，它是一种药物，所以我们的都有说嘛，是药呢就有3分毒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药物，很多病人就会讲到吃药物，他们第一个反应就写着说这个药物会造成肾伤害伤害那个肝等等的这些副作用，所以有很多人一谈到药物呢，就觉得说这个药物会造成身体伤害，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药物的好处
其实是多过那个一点点的坏处。就像我们在疫情中，当我们在讨论这个疫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因为疫苗，我们很多人就有错误的观念，以为觉得说疫苗会造成把我们变成僵尸啊，把我们变成怪类等等这种的就错误的想法，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看不到说这个疫苗其实对我们的可以预防这个疾病是很重要。同样的这个 statin 这个他汀类药物也是因为它是一个药物，所以造成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来关注讨论一下病人就大众的群众对这个他汀类药物的这种迷思和误解所以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如果有看报纸啊或者看杂志啊，都会看到这些负面的报道关系到这个药物这个 statin 他汀类的报道。所以讲到说这个药物其实会造成肝损坏啦，造成伤害肌肉等等的那些副作用，把那些副作用呢夸大其词的造成很大的那些恐惧。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特别的要跟大家谈谈这个大家对这个 statin， 让大家对到这个 statin 有更深层的认识，那么来消除这个恐惧感。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怀疑在思考是不是应该服用他汀类药物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希望我的这个讲座呢，能给你们一些的回答。那么我们看看 statin 对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的负面报道如果你问一下 Dr. Google， 我相信你们大家有什么疑问都是问 Dr. Google 对吗如果你问 Dr. Google statin 的好处是什么你去搜索这个 statin 的好处，那么你可以找到大约100万100万的一个的地方可以找出它的好处那么如果你找 statin 的坏处负面的报道它的副作用我告诉你它就是6倍如果你问 Dr. Google， 它就可以找出大约600万600万的那个负面的那种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收到这些很多负面的报道，造成我们对这个药物产生很多的那种误解所以我相信我们只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美好就是知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知识，这样我们才能抗衡那个邪恶。那邪恶就是无知，因为这无知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那种恐惧。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否有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收到有关他汀类药物的负面报道，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一定是yes 那么当你收到这种负面的报道的时候，你觉得他汀类的药坏处呢是不是大于好处？我相信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受到这些负面影响就像其实在疫情中那个疫苗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有些人，我相信你们当中已经有些有一些患上了心脏病或者中风等等的疾病，或者有高胆固醇，医生有叫你们服用这个 statin， 可是很多人我相信在看到这些负面的报道之后呢，就会自己擅自停止服用这个药物。那么这个他汀类或者 statin 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下我相信大家最怕的这个副作用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肝脏就是 liver 的副作用其实这肝脏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只有大约3%，就是你有100个人里面呢，只有3个病人呢，他的肝的指数会过高，就是在服用了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过后。那么如果你看这个急性的肝脏衰竭，更加低那个危险性这大约在100万里面呢，才有一个才有一个的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因为这个药物是多么的安全，现在的指南使用的指南是说不需要定期的检验这个肝脏的指数，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实这个他汀类造成的肝脏的损坏是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关系到这个 myopathy 就是肌肉的发炎，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服用了这个药物呢，就会造成他们的肌肉疼痛。那么这个肌肉疼痛呢
的发生率呢，其实也是不是很高，就是5到10%会有一些感觉到这种肌肉的疼痛。那么造成那种致命的那种肌肉溶化解的病症呢，是非常的罕见哦。所以在100天里面呢，就才有两个或者3个里面出现。我已经医治了很多病人，然后用这个 statin， 我到目前为止已经行医了20年，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病人因为服用了 statin， 造成他们有这个致命的肌肉化解的病症，所以是非常的罕见哦。可是问题是在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这些不寻常和罕见的这个副作用呢，把它放大，那么就会造成很多人误解，以为这个药物真的会造成这种致命的副作用。最重要一点是说，这个他汀类药物引发的这个肌肉发炎呢，是可以复原的。就是如果真的病人服用了这个药物呢之后呢，会有肌肉疼痛，你一服用药物一停止服用，那么这个病人的这个肌肉疼痛就会慢慢的复原，所以是不会造成永久性的那种破坏，不会哦。而且重要这一点，这个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其实这种肌肉的疼痛是我们叫做心理作用啊，叫做 nocebo effect。意思是说，那这个是从一个研究发现到，就是如果我给一个病人一种药物，我告诉他说这个药物呢会造成肌肉疼痛，那么这个病人回去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想啊，这个药物会造成肌肉疼痛，结果服用了2、3天过后呢，他就会产生那种肌肉疼痛的症状。可是如果我给病人这个药物，我告诉他说这个只是安慰剂，其实这个不是药物来的。那么他吃了之后呢，他觉得说，哎，他不会觉得有肌肉疼痛。那么反过来讲说，如果把安慰剂，就是安慰剂其实是没有药的哈，我给一个病人，我告诉他说这个是一个药物，吃了会感觉到疼痛，你的肌肉可能会疼痛，就是可能1%或者2%的人会感觉疼痛。那么这个病人他吃了这个安慰剂，其实是没有药的，他也感觉到，哎，怎么我会感觉到肌肉疼痛？因为当医生告诉他说这个药物会产生肌肉疼痛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心理作用，会想象出来。所以这个已经也是在科学的研究证明中说，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副作用啊，那种肌肉疼痛的副作用，其实是一种是病人的一种心理作用啊。当然也是有真的病人呢是不能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物的，因为他们的肌肉真的是很疼痛。那么如果我们验血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这些病人的肌肉的那个指数啊，那个指数会很高，所以这种病人呢，我们就不能让他们服用这个他汀类或者 statin 的药物。可是如果病人有心脏病或者有中风，而又不能服用这个 statin， 那么临床的研究显示，如果他们不能服用这个药物呢，他们罹患这个严重的心脏病的几率呢就很高，高过于那些可以服用这个 statin 的病人。所以当我们说一个病人不能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就是我们叫做 true statin intolerant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病人真的是不能服用，因为不是心理作用，不然的话，我们不让那个病人服用这个药物，那病人可能患上这个心脏病啊，复发的几率是很高的哦。那么其他的副作用是包括脑溢血啊，这个脑溢血的这个危险性也是，你看也是非常非常的低，这大约在10天里面才有1个会出现这个哦，而且这个脑溢血可能都是很轻微的，不会提高死亡率。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其实可以降低中风的几率，这个降低中风的几率呢，其实是大于这种脑溢血的那种危险，所以就像我们打疫苗一样哈，打疫苗有时候我们会有时觉得肌肉疼痛，有时会出现一些症状，可是这种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哦。可是疫苗的好处是很多，同样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也是这样，它虽然会很罕见的造成这种脑溢血，可是这种的这个副作用呢是非常非常的低哦。那么它预防中风、预防心脏病的那种的好处呢，是远远大于这种微小的那种脑溢血的并发症哦。那么有些病人会觉得说，这个药物会造成癌症。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啊，
从很多已经有几百项、几千项的研究发现到了，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不会也不会提高这个患上癌症的几率。其实有很多那种我们叫做 observational 的 study， 就是观察性的研究，发现到如果你服用是他汀，就是这个 statin 他汀类的药物的病人，如果他有癌症，其实他可以避免或降低这个癌症的死亡率这个是观察性的。那么介入性的研究呢，是发现到其实它也不会真正的降低这个或者是避免死亡率了，这个是我们叫做 interventional study。所以如果你们担心癌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说，其实也许这个他汀类可以对癌症有一些帮助。那么肯定的是，它不会造成它不会提高这个癌症的几率那么其他让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比如说我们很担心服用的这个药物会变成四肢其实这个就是因为那个美国的那个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发现到，哎，这个药物也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些病人四肢，可是这个是比较争论性的问题那个是以前的比较初期的研究。那么初期研究可能他们的研究的那种方式比较不够全面。那么现在进来的这种研究呢，那么就是比较全面性的，而且是比较大型的那种研究，还有 follow up 那个病人比较更长久的时间的那种研究报告，就发现到其实他汀类不止不会造成四肢，反而它会有保护脑退化的功能，而且它可以降低四肢的危险。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报道已经发现到，这个他汀类是 statin 其实是可以prevent 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可以避免这个老人的痴呆症所以这个是最新的指南使用这个他汀类就是说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这个 statin 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呢提高失智的危险没有所以 in fact 就是其实这个药物呢可能会对我们的脑部有保护的作用所以病人我们和医生有了这个研究之后，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他汀类药物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关系到糖尿病，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是有知道说，有些人会怀疑说这个药物会造成提高糖尿病的几率，这也是因为美国的那个食品药物管理局也是在早前也是提醒医生说这个药物可能会提高血糖，去造成糖尿病。那么研究报告显示，其实是对的，这个药物呢，这个药物可能会提高糖尿病的危险，不过它的危险它的几率是非常低的。那么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的保护心脏病和保护头脑的那个的好处呢，是远远的大于这个糖尿病的那种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担心说这个药物会造成糖尿病，所以我们就不给病人服用这个药物，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危险这种的危险其实是非常低。那么我们也要想到说，这个药物的好处，这其实是大于坏处所以即使使用他汀类药物呢，能稍微的提高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危险，其实它对心脏病器官的保护功能更大。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这样的认知不要因为小小的一个副作用而忽略了那个药物的好处所以总的来讲说，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些他汀类的种种的药物的副作用那么就是因为这些副作用时常有在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我们的一些报章是那个杂志的报道等等，所以造成很多这些普罗大众读了这些杂志的或者社交媒体的讯息之后呢，就对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的副作用有了错误的了解，他们以为这个是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它是一种危险的药物。其实我们就像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这个药物的
的好处远远的超过那种很罕见且很稀少的那种坏处。可是就是因为很多人读了这种负面的报道啊，就有很多的病人就停止服用这个他汀类，然后 statin。所以有时候医生不只是病人啊，不只是普罗大众，有时候那些医生啊，就是有些医生他们没有自己比较没有自己 update 自己比较让自己知道更多的知识，那么也是看了这些负面的报道，没有做进一步的去了解呢，他们也停止使用这个 statin。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心脏血管疾病的爆发率提高。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有研究报道哈，这个就是在一个丹麦国家的一个研究哈，他们在这个研究发表于2015年哈，说发现到如果很多病人或者群众他们在读到这些社交媒体的负面报道的时候呢，大约有9%的病人呢就会停止使用这个他汀类或 statin。之后他们就去研究这些停止服用他汀类药物的病人，他们发现到他们停止服用了这个 statin 的病人，他们患上这个心脏病爆发的危险呢就提高了大约26%，那么死亡率的危险呢是提高了18%。所以这个恐惧症啊，这个恐惧症不是那么轻微的，它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当病人看到了这种负面的报道，造成一种无知，造成一种恐惧，那么造成他们停止服用药物。而服用药物的后果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看，28%增加了他们心脏病的爆发，18%增加了那种死亡率的危险哦。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研究发现到呢，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病人当中，如果他们停止服用这个药物啊，那么他们就会患上这个心脏病还有中风的危险就会提高。所以如果病人如果是本来就吃那种很高量级的那种那个 statin， 那么如果他突然间停止呢，那么他中这个心脏病的几率啊，中风的几率啊，入院的几率呢也是更加高。所以这些研究已经是证明说，如果病人因为了某种那种接触到那种社交媒体那些负面的影响，有了恐惧症，而没有服用这个 statin 或者他汀类呢，那么就会造成他们中风啊、心脏病啊，甚至死亡哦。所以造成停止这个药物也提高死亡率哦，这个也是在那个研究中显示出来的那种成果。所以我们这些研究已经给我们一些证据说，其实我们对那些药物呢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要因为接触到这些负面的信息，我们就停止服用药物。那么这些研究就显示给我们这个一个证据说，其实当我们那些病人停止服用药物的时候呢，他们罹患心脏病啊、心脏病复发啊、中风啊、死亡率的几率呢就会提高哦。所以总的来讲说，如果病人停止服用，然后这个药物就会提高他们的死亡率哦。所以这个 statin phobia 我们或者叫这恐惧症的哈，这个他汀类的那种恐惧症的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哈。因为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它会提高那种心脏病的爆发率与死亡率。那么我在最后的5分钟，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他汀类药物跟新冠疫情，因为我们还在面对，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哈。我们在面对这个非常严重的新冠疫情，那么这个他汀类药物啊 ，statin 到底对这个新冠病毒啊和新冠疾病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关联呢，或者影响呢？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研究报告。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项的研究发现到这个 statin， 然后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其实对控制新冠疾病的严重性和这个死亡率是有很大的帮助哦。这个是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到了。如果我身为一个医生，我时常有看那个医学报告，我发现到已经有很多的报告发现到这个他汀类药物就是 statin， 其实对
个新冠疾病的这个严重性与死亡率，其实真的是有帮助哈。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在这页美国这个心脏协会所发表的一个论文呢。在这个论文中呢，这个研究调查了这个全美国的104间的医院呢，超过了大约10,000个新冠病患者。在这个这10,000个病患者当中呢，有71%呢，其实有罹患心脏病或高血压。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从这个数据中发现到，其实有很多新冠病患者，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心脏病啊或者高血压，造成他们的免疫系统比较低，所以就造成他们感染这个新冠病毒。那么在这个病患当中呢，有42%的患者呢是有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物，因为他们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些病人，他有服用这个他汀类或者 statin 的病人，你发现到他们服用这个药物呢，当中他们有48%的死亡率的，即25%的重症率的比较低，降低了他们的那种死亡率跟那个重症率。所以，可是我们必须要强调说 ，statin 这个他汀类药物不是用来抑制或预防新冠疾病的药物。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亲戚朋友有人患上新冠疾病，不要叫医生或者去药店买这个 statin 给他们服用，不是这样用的。这个研究你要记得说，他是这个病人已经是自己本身已经是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物了，在还没有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之前，这个病人已经是有这个心脏病而服用他汀类药物了。可是如果他有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物呢，他即使有心脏病，他还是有48%的那种死亡率的降低和25%的重症率的降低。可是这个药物绝对不是我这里在这里强调，不是用来医治，也不是用来预防这个新冠疾病的所以如果这个新冠疾病的患者，如果他在感染这个病毒之前呢，已经有罹患心脏血管疾病，而服用这个 statin 和他汀类药物呢，那么他就应该继续服用这个药物，千万不要因为感染到了这个新冠疾病就停止药物，因为这个研究显示，如果病人继续的服用这个药物呢，他们有比较低的死亡率及重症率。所以他汀类的这个药物其实是对这个医治新冠疾病是没有在这里强调是没有直接的治疗作用。其实这个他汀类就是 statin， 其实只是让那个罹患心脏病的血管的患者呢，让他们降低他们中这个心脏病和中风，进而呢把他的死亡率降低。也因为他们继续服用这个药物呢，因为他们的心脏病啊，他们中风的疾病啊是比较稳定，所以造成他们患重症的那种风险及死亡的几率呢是比较低这是因为这个他汀类药物呢可以抗衡这些这个新冠疾病所引发的我们叫做 inflammation， 就是发炎，还有这个血栓就是 thrombosis 的形成。因为 statin 它除了降低胆固醇以外，它还是有这种我们叫做 anti-inflammatory 的，就是抗衡这个发炎，还有 anti-thrombotic 就是可以抗拒这个血栓的形成。所以这些间接的功能呢，可以帮助把那个新冠疾病的并发症呢降低所以总归来讲说，如果病人已经在感染这个新冠病毒之前呢，已经服用了这个他汀类，就是 statin， 那么他就应该继续的服用这个药物，因为这个药物可以把那个病人的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但是记得不要用这个药物来医治或预防新冠疾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有关这方面的心脏病啊，认识你的心脏啊，心脏病的形成啊。高胆固醇造成心脏病的主因，即使用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 statin 他汀类。那么还有谈到这个他汀类的那种副作用等等的对的影响，还有我们对那个他汀类那种的副作用的误解，引发的恐惧症，
这个恐惧症也会造成很多那些负面的对我们负面的影响。那么我相信现在这个是应该是到了我做一个结尾的时候，就是我也是常常在报纸上一直在强调说这个药物其实这是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药物，只是说因为有很多那些负面的报道造成大家很多人对这个药物产生很多的那种误解做出了这种错误的结论。所以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如果我们有这种恐惧症，我们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它就会导致那种心脏病那种中风啊死亡率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讲说，其实不是每个人我在这里必须要强调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我就强调说，我不是在这里卖药物，我不是在这里卖 statin 不是在这里卖这个他汀类药物，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服用这个药物，不是那么我自己本身没有服用这个药物，因为我没有心脏病，我的胆固醇也不高，我也没有中风的几率。所以，可是当高风险的病人，如果一个病人已经有了中风过后呢，心脏病爆发了过后呢，高胆固醇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诱因。这种的病人，我们这是高风险的病人，他们一定要服用这个 statin 这个他汀的药物，因为它的好处是远远的超过那个一点点的副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那么我们才会劝服这个病人去继续服用这个药物，那么这个病人才能从这个药物中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正确的使用他汀的药物肯定会给那些病人带来很多的医疗的益处。所以这个是我的总结，希望大家能在疫情中保持身体健康也平安。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